大家好，我是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手上7大富贵纹，不论男女，财运亨通走大运。手掌上有一些特殊的纹路，代表着你的财运趋势。小编为大家整理了7种手相中的富贵纹路特征，接下来具体为大家讲一下。祖臂纹位于月丘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处，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是一个充满正义感和直性子的人，而且非常重视家庭和朋友之间的感情，深得家人和挚友的信赖。最重要的是容易得长辈大人的庇佑，继承祖业而发财，也就是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数都是富二代。成功线清晰深长，在手相中，成功线又被称之为太阳线，从手腕处一直向上延伸到无名指的根部，主管一个人的财运大小等。若是此条线清晰深长，则这样的人必定会拥有不少的财富，头脑聪明灵活，有贵人相助，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只要能够抓住良机，注定能够大富大贵，在事业上获得更大的发展才能，非常有可能成为富翁。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奔向水星丘，止于小指下方，此纹称为人纹金叉。如果你手掌有此纹，命里一定有一笔不小的横财。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具有理性思维，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而且有极强的赌博心理，再配合流年强运，常常一不小心就能赚大钱。手掌有痣的人一般属于吉祥的痣，代表智且富裕，人也聪明伶俐，有主见和远见，善于谋略和规划。这类人最适合做生意或者投资，对外开发财源，能发展财富和事业，会财力亨通。玉桂纹位于无名指下方的前弓处，玉桂纹起于前弓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说明你在事业上有亲和力，善于交际，人缘好，容易受到他人帮扶，尤其是从事业务、市场、公关等行业，必定发财无疑。在手掌中的财库，就是指手中的生命线与感情线互相交错形成的四边形与三角形样式的密闭的空间。财库越大，则代表此人拥有财富的能力也会越大，而且注定会成为有钱人。但是此处的四边形若是有缝隙，或者是开口，则这样的人天生不聚财，容易散财，有家业也存不住。星形纹位于无名指下方的水星丘处，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头脑聪明，综合能力佳，能举一反三，而且也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同时也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手握八方财，财运好能赚钱的5种手相，看看你占几种。生活在这个物质的社会中，金钱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我们辛勤的工作就是为了赚钱，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赚大钱。想要赚大钱，不仅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好运气。从手相上来看，手相也可以预示一个人的财运、事业运等等。那么，哪些手相的人能赚钱发财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手相图解大全，来分析
哪些手相的人能赚大钱？水星丘红润隆起，水星丘位在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如果水星丘红润且有隆起的话，其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此外，本身交际手腕一级棒，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手心凹陷而不突突，把手掌摊平，手心处比较凹陷，意味着自己能聚财，有强的聚财能力，家中的财富逐步变得越来越多，不知不觉中成了富有之人。如果手心突突，则多开支，在生活中容易铺张浪费，所以手心凹陷而不突突的人容易理财有方。手上有星纹，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出现星纹，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很不错，可享子女之福。如果在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心想事成。太阳丘的星纹若连接了婚姻线，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飞上枝头做凤凰。若是连接了太阳线，则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手掌中多财库，若手中多财库的人，则易大富大贵。从相数学的角度分析，一般来说，手中的线若是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是三角形者，还有就是手中有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皆为财库，表示着财富。无论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都比较不错。太阳线清晰深长，太阳线又叫成功线，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这条线通常也影响着财富的大小，能不能拥有非常巨大的财富，很多时候它也起很大的作用。假如太阳线生得清晰深长的话，代表其人非常幸运，常常有贵人相助，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即可拥有很多财富。如果太阳线能一直延伸到智慧线以下，到达月丘或者生命线的话，则表示其人有成为富翁的可能。五指看命运，你的财神原来在这儿，超级准。摊开自己的手掌，每个手指各不相同，预示着财运也各有玄机。也许你的手指上就有财神哦，虽不能日进斗金，却也可以教你理财一二。下面从手相方面解析，5只手指算命，看你财运如何。拇指，拥有厚实拇指的人，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夸大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如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
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与厚实的拇指正好相反，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性格具有神经质的特性。假如拇指又平又短，对于理财则会有过于谨慎守旧而变得优柔寡断的情形出现。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企图心。食指过长，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有财大气粗的性格，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节制挥霍的欲望和消费习惯是根本之道。中指是5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中指假如生得过短，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在金钱的投资打理态度上，也是倾向于盲从跟进的态度。假如能获利，纯属幸运；要是全盘皆输，将会从此一蹶不振。无名指象征着一个人的艺术才华、人缘和财富。在5根手指当中，无名指的长度仅次于中指。一看到无名指，往往会令人想到和创作天分相关的事物，所以认定它主掌一个人的才华、人缘和财富，是手相学家一致同意的。无名指长的人好赌，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这样的人将钱视为身外之物，他之所以赌钱，不是由于贪财，而是喜欢追求刺激，加上个性不服输所致。小指长的人具有雄辩之才，语言表达能力极佳，而且喜欢言谈，个性上很强势。不过缺点在于言多必失，而且容易因言语得罪人，所以结怨招惹他人的可能性也大。另外也要小心使用权谋，工于心计，所以固然能拥有事业和财富，但人缘也不见得好。我们有些人的手相纹路不是一条线的形状，而是2条弧状的纹路连接在一起，就像眼睛一样。比如说夫子眼，有夫子眼的人财运很好，天生就是有福之人。如果是在夫子眼的下方出现了一条横着纹路，这是好财运的象征，更是十足的好命。这条纹路就是藏宝纹。有藏宝纹的人，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成功，可以在有财的基础上大大提升，可以说是一辈子都不用为钱而发愁，并且3宫饱满。这个人一定是财富不断的，到中年以后必定事业有成，注定成为富甲一方，上亿的资产不是问题。因为藏宝纹特别罕见，除了藏宝纹外，下面这些纹路的出现也注定使你富贵缠身。一起了解一下吧。1. 无名指上贵人纹。无名指第1指节上靠近指节线之处，要是有一条清晰的横向短纹，即为贵人纹。无名指上有此纹路，代表脾气极好，善解人意，人缘极好，很容易得到他人的帮助，一生贵人运旺盛，走个横财大运很容易，最重要是成功在望。2.
艮宫贵人线。除了手指上有贵人纹，手掌上也有，并且贵人运更胜一筹。手掌上的贵人线位于艮宫，即生命线附近，呈弧形。手相此纹大吉大利，今生贵人运真是爆棚了。于是皆有人帮助解决，处处逢凶化吉，事业和生活都是顺顺利利，富贵逼人来。3. 玉桂纹。玉桂纹乃是由前宫出发，斜向上升，后与事业线相遇而终止的手纹。玉桂纹暗示事业上遇到贵人辅助，事业一帆风顺，蒸蒸日上，财气逼人来，最容易取得成功。4. 断掌纹。古相书上说，男儿断掌千千两，女子断掌过房养。这就是说明男人断掌是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价值千金。事实上，很多事业有成的男性也确实是断掌，但是也要配合其他纹路区别对待。如果两只手都是断掌，则更是难得。1. 掌丘凸起的人，就是指手心中有着明显凸起的位置，一般是位于手指根部下方，分为金星丘、木星丘、水星丘等。不同掌丘所代表的手相含义不同，但大多数都和个人有着密切关系。像是手中的金星丘和水星丘，都和个人财运有关。如果这两个掌丘位置有着明显凸起的话，便意味着其人在获得偏财方面不仅机会多，而且成功率也是相当的高的。2. 掌心凹陷的人，如果手掌掌心有着明显的内凹特征的话，那么这类人获得横财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原因在于，这种内凹的掌心从外形上来看，就如同盆地一般，被称之为聚宝盆，也叫做聚财手。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聚财通常都比一般人要快。3. 财运线多条的人，对于财运线而言，往往与个人的财运收获、运气、成功具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对于偏财运而言，也要观察财运线的手纹状况。对于财运线的位置而言，时在手掌无名指下方出现了竖向的手纹，可以称之为财运线。因此，倘若大家发现在自己的手掌上出现了多条竖直的财运线，则往往象征一个人的财富收获不仅依靠正财，同时也依靠偏财，是具有偏财命潜质的手纹特征。对于有这个特征的朋友们来说，在日常的生活中可以适当投资一些与偏财有关的项目，这样便会促进自身财运的发展的。人们一直认为，看相只是用来看命运的，其实看相主要是来策划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提前知道自己的运气如何，才能做好预防的。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提示大家，在成功的时候需要想着会失败的，因为乐极生悲。在失败的时候，应该要想着如何的进步的。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能灰心丧气的，更需要有勇气来面对的。
接受挑战，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所以看相的意义在于提前知道，提前预防，提前做好准备，避开人生不必要的挫折，少走人生的冤枉路。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富贵，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并不是所有人有能力了就一定能够富贵，这里面还有命运和风水的影响。这一生有没有财运，财运多大，就手中有无这2条纹，有1条都不行。一，中指比较长。中指比较长的人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他们的理想目标一定是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要出人头地。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2，手指并齐，没有缝。除了大拇指以外，伸开其他4个手指并齐，如果中间没有缝隙，即连个芝麻也掉不出来，这样的人有强的存钱能力。不管男女，他们都特别擅长理财，不会盲目的开支和花销，生活中精打细算，这类人容易大富大贵。3，钱财纹多。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大富大贵。4，手中多财库。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4方形或者为三角形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4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5，财运线伸直。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为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代表着钱财运好，大富大贵。你与商界大佬只差这一吻，大千世界千千万万人，好运之人其实是很少的。看现在的贫富差距就能知道。但是现在并不代表将来，毕竟中年晚年发家之人也不在少数。那么怎么看自己是不是好命之人呢？除了看自己有没有好的八字，还可以看看自己的手掌是不是有这个掌纹，它就是比较少见的富贵掌纹，宝运纹。什么是宝运纹？在手掌中看起来像月晕的螺旋纹就是宝运纹。月为阴，主钱，因此这个掌纹主要代表金银得财。有这个掌纹的人，其财富就会像螺旋一样，一圈又一圈，源源不断。2，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非富即贵。宝运纹是比较少见的特殊掌纹，很多人都没有。但是，假如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大多能够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往往可以逢凶化吉，
生活上也能家运亨通。如果为环形宝运纹，就是可封侯拜相之命；如果是铜钱状宝运纹，则家中有食有财，吃穿不愁。通常有这样掌纹的男人，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多，升官发财比较容易，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能够富贵双全。3. 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运势亦有起伏。有宝运纹的人，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很容易有大成就，特别是在商界，优秀的直觉与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但是往往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一切都是辩证的。如果宝运纹位于拇指根部的震宫，震为雷，预示着其人多为大贵之人，亦会有大灾相随，一生运势波澜壮阔。4. 女生有宝运纹不利于婚姻，因为宝运纹利于事业，所以假如女人拥有宝运纹，其实就病极论，因为它不利婚姻，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尤其如果宝运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则有不利家中男主人的倾向。其实这点在生活中就有体现。一般女人事业好的人，除非男人事业更好，否则女性能力高于男性，很容易引发婚姻矛盾。虽然拥有此纹大多是好命，但是命运绝对不是一条好线就能悠着点，要综合其他掌纹观看。但是好掌纹仍旧是好运的象征，有了好的手纹，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相伴。好的线条可能意味着你拥有某种素质或者机遇，努力善用先天优势才是最好的做法。现代心理学家包括医学家也发现并证实，人的掌纹无时无刻都在变化，你的思想和行为一直在影响着你的掌纹，这一点有一些像相由心生，所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努力充实改变自己才是上策。一生事业财运旺。你是不是经常听到一个说法，每个人的手上有3条线：生命线、智慧线、爱情线。很多人也会偶尔拿这个开玩笑说自己的命运，但其实看手相真的能窥探到一个人的性格命途。若你拥有这几种罕见的手相，就有大福气了。1. 双重智慧线。智慧线是每个人都有的。一般来说，一个人都只有1条智慧线，但若是出现2条智慧线，就是十分罕见的手相了。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天生聪慧过人，学习能力强，因此事业运较旺。若是男性拥有双重智慧线，事业上会有大成就。不仅如此，在婚姻上也会有贤良的妻子相伴。若是女性拥有，也是一样的。2. 魅力线。魅力线又叫领导线，它是在手掌的大拇指下方
向手腕衍生的两条线。拥有这样手相的人，天生就拥有很好的领导能力和主导魅力，拥有很强的责任心，很会照顾人。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有着这种线的人一般都很可靠，是结婚对象的佳选。要是遇到了，最好不要错过哟。3. 贵人线。贵人线顾名思义，就是指有贵人相助。贵人线是在生命线的旁边，有3条。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生都有贵人相助，遇到困难也会在贵人的帮助下很好的得到解决，可以说是那种运气好到爆的人。而拥有这个线的人会遇到好姻缘，家庭美满幸福。4. 断掌纹。我们经常听说有断掌的人打人很疼，似乎断掌也挺常见的。但实际上，拥有断掌的人并不是那么多。所谓的断掌纹，就是手掌上只有一条很明显的手纹，横穿整个手掌。拥有这种断掌的人，性格上直来直往，做事不够圆滑，人缘交往上有欠缺。但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有很好的事业运，而其中若是断掌纹和玉柱呈十字交叉的形状纹路，则是断掌中的大富大贵命。5. 川字纹。川字纹也就是指我们常说的手掌之中的智慧线、生命线、爱情线，这3条线完全不相交，而呈现出川字的形态。拥有这种罕见手相的人是个典型的事业型工作狂，性格上独立自主，动手能力强，聪明睿智，可以靠自己闯出一番天地。6. 凤眼纹。凤眼纹就是手的拇指关节那里有一个明显的完整的椭圆，没有断开的地方，看着像凤眼一样。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喜欢读书，头脑清晰，理解能力较强。这种手相十分难能可贵。拥有这种手相的人福运非常好，能逢凶化吉，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而且婚姻幸福，财富运强，是极为有福的手相之一。7. 手掌凹陷。把手掌摊平，若你的手掌平摊后中心凹陷，倒水还可以留有一点水在手心，那这就是掌心存水，水对应财位。也就是说，拥有这种手型的人十分聚财，福气很好，是大富大贵的命哦。8. 手掌肉厚。其实不管从手相还是面相来说，薄都不算是有福之相，厚则与之相反。如果你的手掌十分的厚，肉感很强，摸起来比较柔软，那么恭喜你，这是有福之相。
说明你的福气很好，财运绵绵。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比较宽厚温和，如果足够努力，就能事业有成，一生富贵。9. 食指无名指一样长。一般情况下，人的5根手指头是明显长短不一的。若5指之中食指和中指一样长，就是十分罕见的富贵手相了。这样的人极具聪明才智，也有足够的发展机遇，而且懂得审时度势，能够很好的把握机会。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做出一番事业，并且积累无数财富，成为富贵非凡之人。你中了几种呢？如果想了解更多手相知识，可以看看我的其他视频，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今天就讲述掌心有3纹，横财跳进门。俗语是传统文化中最贴近民间生活的一种。老祖宗将自己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将老祖宗的文化智慧，甚至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也都与俗语融合，总结成一句句脍炙人口的俗语，流传于后世。这些俗语不仅内涵深刻，而且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很多俗语便是源自于老祖宗所总结出来的识人术。那么，这句掌心有3纹，横财跳进门的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这句掌心有3纹，横财跳进门的俗语中所提到的3纹。所谓3纹，指的便是掌心中的元宝纹、米字纹和井字纹。老祖宗认为，手中如果有这3种纹，就预示着会有横财和偏财入门。在中国的传统说法中，元宝是金钱的象征，民间的传统贴画中，元宝也是一个普遍的存在。一说到元宝纹，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联想到与金钱有关的东西。手有元宝纹，必定是富人。古人认为元宝纹是吉兆，一个完整的元宝纹必定是纹路清晰，外形端正，圆润有加。反之，若是凹凸不平，断断续续，则不是元宝纹。元宝纹的稀有，被古人赋予了象征财富的寓意，因此古人认为一个人的掌心如果有一个或者多个元宝纹的话，此人也必定是一个拥有正财和偏财的人。手中井字纹，财源滚进门。民间有手中井字纹，财源滚进门的说法。所谓的井字纹，就是像一个井字纹路的掌纹。古人认为井字纹属于运气纹，是一个人运气好坏的体现。此外，井字纹所处的位置不同，则有不一样的说法。尤其古人认为井字纹在小拇指的位置是一种并不常见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稀少，所以被赋予了富贵的象征。米字纹在手，富贵到永久。在相学中，米字纹称作金星纹，象征财富。在人的手掌中，米字纹一般由3条或3条以上的纹路交叉而成。米字纹可能会出现在手掌的任何一个地方，比如木星丘、水星丘、手指根部等等。所以每种米字纹的意义都不同。若米字纹出现在手掌中心，代表大富大贵，贵人运多；若米字纹出现在大拇指下方，说明男可娶贤妻，女可嫁贵夫，婚后运势更好。若米字纹出现在食指下方，说明此人头脑发达，具备领导才能，事业有为。若米字纹出现在无名指下方，说明此人成熟稳重，晚年名利双收。若米字纹出现在小拇指下方，说明此人口才一流，前途无量。世界上不会有2个人的手纹会是相同的，也就代表着世界上人的命运也就各不相同。通常财富多的人，手纹会出现一些显著的特征。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富贵手相的分别是什么样的。一、手如干将家道必昌，有些人解释成手就像干瘪的老姜。告诉大家这句关于描述财运的短语是什么意思。真正的解释，手如干将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干将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在人体里，《黄帝内经》云：肝变动在握。出生的婴儿，骨若筋柔而握固，就是人的握力是从肝来的。肝为将军之官，谋略出焉，肝就像一位大将军，主意个人的谋略与做事能力。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个人的手的握力必然大，而握力大的人也必然肝健旺。那么这样的人做事能力强，有勇气，敢闯敢拼，富于冒险精神，有勇有谋，敢为天下先，不畏艰难的韧性。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事业成功。二、巽区隆起，这个部位为巽位，风头之位。免费算命网 http://www.cc 你有钱就代表你知名度会高，隆起高的人一定能有获得钱财的。你可以看看同伴的手，看谁的这个地方高，就可判断谁的钱就多，完全可以以此丘的高低来进行财富的排行。如果发现自己的丘高，但却没有钱，不用担心，这说法是错误。你努力创业，定可将你的财富排行推进到前列中去。亿万富翁的手上，此丘肯定发达隆起。此丘是祖宗风水之位，有风水的坟地的祖坟。此丘高隆，无风水的此是平的，平的人完全可以考虑移动一下祖坟的位置。三、手中多财库，在手相中，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很容易大富大贵。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四、印堂平隆，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位置，我们称为两个眉毛之间叫命宫，或者叫印堂。那什么叫深锁呢？就是那两个眉毛之间有很多的杂毛或者很多的杂纹，也算，或者受伤、刀疤，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就这个地方刚好我们叫命，就是代表你一生中的钱财、事业、婚姻顺利的位置，这地方要开朗一点。所以如果有杂毛的，请你马上要把它拔开，有纹路的一定要想办法摸平，同时不要想烦恼事太多，太多就会出现皱纹。此地也不能悬针破印，那是克夫克子的标识。如果第一胎是个男孩，要注意化解他的灾难。五、手心挖必星家，手心在人体是劳宫穴，劳付出，宫地狱，该穴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此带动脾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穴内的地部脾土未受其气血之生，反而付出其湿，如人之劳作付出一般。这是一处火穴，火在人体主心，在人类社会事务当中主前途，劳宫学家的人前途光明。心地善良，富于献身精神，在集体当中，劳宫学代表大领导，劳宫学家的人会得到领导的破格提拔与青睐。六、手白肉软，手掌颜色白是福禄得财格，很容易便可以嫁到有钱人。如果手掌带血红色，这是辛苦命，要自己挨。如果是现暗黄色，代表嫁有钱人机会甚微。掌软有肉，掌软如棉是富贵格。如果手掌硬就与财无缘，难嫁有钱人。七、掌心存水，你可做个试验，先把手伸直伸平，就是放在水平位置上，然后把杯子中的水倒在手掌中央，1分钟后观察留在手掌中央的水，看看有多少。水的多少代表你的财富多少，就是直接你的手掌，不要特别的去弯曲，就自然的放下去，完全是平的，没有肉的，中间没有陷下去，重点记着中间要陷下去便可以，最好是四周有肉，中间陷下去，这是最好，
不能弯曲就平平放这中间，能够倒水进去最好。倒水能够留得住，就是你这一生财库薄弱。我跟你讲，手掌平薄，他真的一生中没有财气，他很辛苦也赚不到，这才真的是可怜的。最好不管怎么样，你四周有肉，中间要凹下去，这就是你努力。人还是要努力，但努力的结果有收获，能够存到钱财。8. 有财运线，无名指跟对着的一条是财运线，又叫成功线。如果有，无论做什么事都顺利又有钱。小指下竖直的线叫水星线，长而明朗，也代表财运线。9. 指长抓钱，大多数人们认为手指越细长越好看。一个女人如果拥有纤细修长的手指，财运通常不会太差，不用太过操心就能过上好日子。对男人而言，较小的手部和匀称的手型反而能带来大量财富。如果手部肤色微红，更是大富的象征。10. 三约纹，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钱财丰厚。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可以嫁一个贵夫，夫妻的感情稳定，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11. 祖臂纹，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12. 钱财纹多，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钱财纹越多越深，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好了，今天这12种抓财手，一种比一种富有。手相学又称掌纹学、手纹学，香港人叫做掌相学，是古代的一种相术，与面相、骨相、气相等等合为4大相术。一般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手掌的形状、大小和手掌的纹路，来预测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当前运势和赚钱的能力。一起和小酱汁来看看，具体有哪些手相特征的人天生财运旺，生来会抓钱吧。1. 财运线清晰可见。财运线又被称作是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在手相学中，财运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也代表一个人正财和偏财运势好坏的重要纹路。财运线并不是条数越多命就越好，而是要清晰可见，并且财运线上没有别的纹路阻拦，那样的手相才是好的手相。财运线清晰可见的人头脑聪明、精明强干，赚钱的门路又多，平常的人际关系也很好。他们很会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再加上财运又好，所以那是属于抓钱的手，赚钱超级厉害，从不缺钱花。而且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温和，待人诚恳，无论自己多有成就，都不会瞧不起人。2. 成功线伸长。成功线在手相学上一般都被称作是太阳线，即朝向无名指根部的上升线。它是起自手腕的部位，有的一直延伸到无名指的下方，也有的在太阳丘上方就中断的一条线，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成功线它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方面的成就，还能表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如果成功线很早就出现，表示此人年纪轻轻就有不俗的成就和拥有大量的人脉。那么成功线笔挺伸长，或者是有2条成功线的人，一般财运都特别好，运气很强，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是有始有终，最后都能获得成功。
有这种手相的人算是富贵手相，一辈子衣食无忧，吃穿不愁。3. 大拇指厚实。大拇指为五指之首，在手相学上是代表了父母和祖上。拇指的上节代表父亲，下节且代表母亲。如果大拇指上面没有任何杂纹以及疤痕的话，且表示此人父母身体健康。大拇指厚实而又修长的人都特别聪明，学东西很快，又有事业心，而且财运很好，大多数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大拇指粗长有肉，显得比较圆润的人，也是属于好的手相。有此手相的人容易享受祖业或者长辈的关照，贵人运很好。再加上自身能力强，财运好，所以他们也是一辈子富贵加身。4. 手掌厚实红润。从手相数学的角度上来分析，一般手掌厚实的人，财运和事业都特别的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时刻充满着活力和干劲儿。他们头脑聪明灵活，充满智慧，求财路走得比较顺畅。拥有此手相的人很容易大富大贵。那么手掌厚实红润的人，既是代表一个人的事业运和财运都很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工作或者事业上收入都不错，而且偏财运也较好，时不时的还有外快入账。所以他们的手也是天生的抓钱的手。有这样手相的人，在财富方面运气尤其的好，生活富裕，事业有成，是属于富贵的手相。5. 事业线起自金星丘。事业线是起于手腕线奔向中指的一条线，又名预祝线、命运线。有此线的人一般都拥有幸福的童年，学业有成，工作顺利，而且还代表了一生的事业以及健康的总格局。那么事业线起自于金星丘，再慢慢向上延伸的人，一般都具有文学方面的才能。如果将往此前发展，必定能够获得好的财运和地位。有此手相的人眼光独到，又有事业心和金钱欲望，只要是他们想做的事儿，几乎就没有做不成功的。而且他们一生财运较好，无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很有收获，所以这种手相也是抓钱的手。6. 太阳丘下面有细纹。手相学中有一种说法，就是太阳丘下面有细纹，最近没有喜事也有好事，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在太阳丘，也就是无名指下方有许多细小的纹路，属于财运旺盛，要赚大钱的手相特征。一般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诚实稳重，口才又好，在大众心里印象最好，能够轻松获得他人信任。而且他们天生就有金钱欲望，善于理财，对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天赋，再加上财运又好，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很会赚钱。如果这种手相的人智慧线也长得很好的话，财运就会更好，一辈子赚钱轻松自如。7. 水星丘上有星纹。出现这种手相纹理特征的概率并不高。首先来说，水星丘上出现线纹主要就是婚姻线，也就是说水星丘上有星纹，其实就是指婚姻线上有星纹。这种手相代表着命主在结婚之后能够获得不俗的财运，他们有可能娶到一位具有旺夫运的妻子，也可能是嫁给一个有着旺妻运的丈夫。总而言之，这类人的财运要在结了婚之后才会体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此手相还有着命主子女财运不错的象征。8. 手上有元宝纹。手相学中所说的元宝纹，指的是手掌中主线与辅线组合而成的，外形看起来像一个元宝的形状，像一个梯形。元宝纹越大，就代表此人财运越旺，很有赚钱的天赋。有此手相的人通常能力很强，不管做什么领域都可以做得风生水起，即便是先天因素和条件不是特别好，他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自己想要的。9. 手掌心有财库纹。手掌心的纹路相互交叉所形成的三角形或者四方形，在手相学中通常称作财库纹。人们常说手有财库必发家，意思是说手掌心中有财库纹的人大多都会发家致富，其人一生财运很旺，自身能力也强。
一般在事业方面都颇有成就，是属于那种特别会赚钱的人。10. 婚姻线上有财库。手相中的财库就是指外形如同三角或者四边形的纹理特征，也就是所谓的吉祥纹理。这些纹理特征代表着好运、财富以及幸福。如果出现在婚姻线上的话，就意味着其人财库出色，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能抓取高额的财富收入。此外，这种线纹也是善于存钱的象征，其人在结婚之后能够从双方长辈那里获得房屋、汽车，即使自己工作能力不够出色，也可以在结婚之后财运出色。11. 手掌中钱财纹比较多，位于无名指以及小拇指根部附近的细小横纹便是钱财纹。这一线纹算是手掌中的个人偏财运关系较为密切的线纹特征了。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说钱财纹越多，偏财运就越为出色。较多的钱财纹代表着命主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偏财，象征着命主偏财出色的钱财纹应该是长且清晰，这样的钱财纹才能够预示命主拥有稳定的偏财。无论自己做什么工作，都有可能抓到额外的财富。此外，这类人在选择投资理财的时候，也能够有着不错的收入。12. 男手如蛮，女手如柴。民间流传了这么一句话：男手如蛮，女手如柴。也就是说，男人的手要像馒头一样多肉白皙丰满柔软，女人的手要像枯枝一样手指硬细骨节可见，这样都是代表财富之手的，称为手质。譬如目前人气很高的影星黄轩，他的手就是典型的如馒头一般的手，被广大粉丝称为胖手。这一特征与他目前红得发紫的事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对应的还有女星刘涛，有些人称她有一双白骨爪，手指完全符合如柴的特点，事业自然也是红火无比。当看人时，准确地判断他的手质，对这人八字财富数量的大小能起到辅助参考作用。相信不少酱友正在仔细地看自己的手，不过手只能决定一部分，重点还是在我们后天的努力。如果不上进心的话，即便有财也会很快败光。手有穷苦纹，3代才能发。虽然每个人活着都在创造劳动力，但有的人的劳动力就是赚不了几个钱。倒不是说他们慵懒，而且命里没有什么财运，就算再拼命，也还是有些穷困潦倒。也有些人光有赚钱手，却没有存钱斗，一生财来财去留不住，到最后也是两袖清风。那从手相学角度分析，哪些手相特征的人一生穷困无福呢？1. 手掌细瘦，没有弹性。有的人是穷一阵子，有的人则是穷一辈子。一个人如果手掌长得又细又瘦，肌肉又没有弹性，硬邦邦的，那这个人天生没有福气，赚不到钱，存不住钱。这种人一般都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父母关爱少，学业未完成就辍学外出打工，小小年纪就要赚钱养家，属于劳碌型的人，没有什么存款，好不容易存点钱，还会被家中的事情而花掉，最后又囊中羞涩，经常为金钱犯愁，是穷困之人的一种手相。2. 无名指太短，手指修长代表运势好，相反手指短小，特别是无名指短，则代表运势坏。无名指代表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运势吉凶，也反映家境好坏。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很长，而且肤色红润，说明此人家境殷实。如果一个人无名指很短，说明此人早年运势不佳，家庭条件差，求财之路十分坎坷，财运不顺，一生注定穷困潦倒。3. 手指有缝隙，手指有缝隙漏财严重，是一辈子受穷的手相之一。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自尊心很强，个性倔强，宁可自己吃苦，也放不下面子去求人，是清高自傲的人。较之面子而言，金钱和物质并不是很看重。如果遇到让自己不满意或者认为不公平的事情，他不会轻易去妥协，不会委曲求全。所以这种性格犟、不懂变通的性格，对事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阻碍，
两袖清风，发不了大财，是属于穷人之首相。4. 手有漏财纹。所谓的漏财纹指的是位于食指和中指指缝连接处的竖纹，掌有漏财纹，那手掌自然也就是漏财手了。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没有什么理财观念，对于金钱的管控能力非常差，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概念，有钱就花，没有钱就借，整天想的不是怎么挣钱，而是怎样去花钱，而且花钱如流水，想要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钱存。5. 手指修长。从相学的角度来分析，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较为修长的话，这种人一般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很有才华，通过自己的努力，往往能够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为自己迎来金钱和名望。这种人对于名声和权力的追求欲要大于金钱，而且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和生活品质，金钱并不是他们特别看重的东西。为人良好的名声和生活花钱方面从来不会考虑太多，甚至为了达到目标更是不惜成本。不过这种人的挣钱能力也比较强。6. 食指向外歪斜。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长得圆满而直溜，并且与中指紧靠的话，这种人一般生活态度积极向上，做事踏实诚恳，守财能力超强，一生无忧。若是食指长得向外歪斜的话，此为漏财之兆。而无名指如果也是这样的话，那给食指是一样的，都属于一种漏财比较严重的手相。这种人破财较多，日子注定会过得比较清苦。7. 锁链状出现在掌纹上。锁链纹不管出现在何种纹路上，都是不好的寓意。锁链纹越大，意味着负面意义更加严重。如果锁链纹出现在感情线上，则意味着复杂的感情、悲伤的生活和不幸的命运。如果锁链纹出现在生命线上，往往代表着个人健康的一大问题，这个人也容易遭遇灾难。如果锁链纹出现在智慧线上，就意味着这个人做事迟疑、懦弱，难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最终也容易失去财富。8. 智慧线断开。智慧线属于手上的3条主线之一，若是智慧线从中间的位置明显断开，则这样的人思维比较混乱，做事也没啥主见，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浑浑噩噩，造成事业上一事无成。而且这样的人人缘也会处理得非常的差，不懂如何与身边的人交流，造成事业发展不顺利，甚至还会给自己的事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钱财运势也难以兴旺。9. 事业线断开。事业线是指从手掌根部的位置向上延伸的纹路，直接通向中指的位置。若是事业线明显的中断，或是事业线的位置有杂纹或者是乱纹，则注定这样的人工作收入也会非常的不稳定，事业方面也会拥有不少的变化，在事业上很难会有好的发展，日后自然也不会有啥前途，极其容易遭到小人的陷害或者是捣乱，导致事业失败，很难能够走到头。10. 生命线弯曲。生命线也是人手掌中的3大主线之一，它不仅代表着一个人寿命的长短、健康状态、有无病难以及突发状况，同时也能够预测一个人的事业运势和感情生活。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长得过于弯曲，则说明他们的运势发展会非常的不稳定，自己的前途发展也不会是特别的好，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身体也会有劳疾，常常会造成事业有头无尾，不会有啥前途。11. 烦恼线。所谓的烦恼线就是长在大鱼际的位置的细纹与乱纹，若是此纹长得过短，没有超过生命线，则这样的人注定一辈子都会过得艰辛辛苦，需要为生计发愁，家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比较多，一日3餐都没有保证。若是此处长得过于长而穿过生命线的位置，则说明他们的事业上遇到的苦难与挫折比较多，常常容易出现各种困难，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2. 理财纹很浅。
手相中的理财纹与财运息息相关，理财纹清晰的人理财能力很强，懂得积累财富，懂得怎么让钱生钱。而且理财纹很浅或者是没有理财纹的人则没有什么理财观念，也是穷人手相的标志之一。13. 财运线弯曲。如果说理财纹间接影响着财运，那么财运线就可能直接影响财运了。想知道自己是贫穷还是富有，财运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若财运线深长清晰，那么恭喜你可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但如果你的财运线弯曲很浅，那么你这一生都只能是个穷人哦。14. 小人纹纵横。食指根部位置代表物质和财富，食指根部有向上的斜线叫做小人纹，往往代表个人财运受阻，容易遭遇挫折。如果有很多小人纹，那就意味着被小人缠住了，个人财富也随之流失。15. 食指过短或者过长。食指较短的人没有上进心，缺乏责任感，平常的生活得过且过，难有雄心壮志。而食指过长的人好胜心太强，能赚钱，但是喜欢摆出财大气粗的样子，留不住金钱。这两种极端都不利于事业的发展，而且命中难聚财。如果是会具有以上这些手相特征的话，那么这个人一生都会过得比较的艰难。因此想要过上好的生活，就必须付出勤奋和努力，用心培养良好的生活技能，再有一颗甘于吃苦的心，假以时日，生活定会有很大的改观。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